150欧元的都是垃圾，中国别卖来欧洲，我们不想要。这话啊，又是德国财政部长克林贝尔说的。话说11月中旬，在欧盟财长会议上，那个场面本来应该是西装革履、满嘴经济指标、宏观调控啊，这种让人听得昏昏欲睡的词儿。但是你猜怎么着？这回不一样了呀！德国那边派出来的代表，财政部长克林贝尔吧，这个家伙在会上那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张嘴就来了这么一句狠话。他直截了当的指出了咱们中国出口过去那些商品啊，特别是咱们老百姓平时网购那些便宜又好玩的小玩意儿啊，说欧洲不需要这些东西。这还不算完，人家直接给贴了个标签叫垃圾。这俩字一出来啊，当时那个会上估计都安静了几秒，紧接着呢，舆论场就炸了锅了。但这事儿最多的地方还不在这一句骂，更讽刺是啥？就是这位部长先生啊，过几天又要飞到咱们中国来谈合作、谈生意，这就让人看不懂了。哎，我说德国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一边指着鼻子骂咱们的东西是垃圾，一边又屁颠屁颠跑过来想从咱们兜里掏钱，想跟咱们做买卖，这叫什么？这也太精神分裂了吧！咱们先来聊聊他嘴里的垃圾到底是啥。其实啊，他指的就是咱们国内现在的跨境电商。大家都知道啊，现在这个网购多发达呀，什么拼多多出海版、西音、速卖通。那欧洲的老百姓也不傻呀，以前在他们那儿买个手机壳，好家伙，要20欧元，折合人民币150-160块钱。那现在打开中国 app 一看，哎呦喂，2欧元还包邮，这就叫真香定律啊！欧洲人买疯了。从衣服鞋帽到充电宝数据线，再到家里面用的收纳盒、厨房里的小神器，咱们这些东西质量差吗？真不差哦，都是咱们珠三角、长三角实打实造出来的。那为什么德国财长要叫它垃圾呢？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好用吗？不是，是因为这个东西太好卖了，好卖到让欧洲那边的资本家大财团急眼了呀！哎，你想啊，欧洲那些本地的商场、超市啊，还有那些所谓的本土品牌，他们的货哪里来的？那很多也是找咱们中国代工的，但是中间商赚差价赚得狠呀！出厂价10块钱的东西啊，贴个欧洲牌子摆在橱窗里啊，敢卖100块啊！现在好了，中国电商直接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，出厂价15块，直接卖给欧洲消费者20块。这一下啊，欧洲那些中间商没饭吃呀，他们的百货大楼没人逛了，他们的精品店没人去了。于是呢，这帮人啊就跑去政府哭诉啊，哎呀，不得了了呀，中国人在倾销垃圾啊，把我们的市场都搞乱了。所以你看明白了吧？这位克林贝尔部长嘴里的垃圾啊，其实是欧洲商人眼里的眼中钉。他骂的不是商品的质量，他骂的是你怎么敢不让我们赚暴利了？这哪里是嫌弃垃圾啊，这就是嫌弃咱们动了他们躺着赚钱的奶酪。那为了堵住这个口子呢，这个德国这次啊提了个损招，啥招呢？在那个财长会议上，这个德国就提议取消150欧元以下的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。咱们跟大伙解释解释是啥意思啊？这以前呀，为了方便老百姓，欧洲有个规定，就是你从国外买东西啊，只要不超过150欧元，是不用交关税的。因为海关也嫌麻烦嘛，几双袜子、2个手机壳还得算税，不够人工费的呀。这本来是个好政策，叫便民。但是现在呢，成了德国人的心病了。他们发现哦，中国电商绝大部分的订单都是这150欧元以下的小件儿，蚂蚁搬家一样啊，源源不断的往欧洲运。于是他们想，行，我不让你进来，我把这个免税额都给取消了，哪怕你买个1欧元的头绳，我也让你交税，我要让你过海关，在那卡半天。他们的算法是加上税，再加上繁琐的手续，欧洲老百姓就会嫌麻烦、嫌贵，然后就会乖乖的回到欧洲的商场里去买那20欧元的手机壳。哎，我说这思路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以前那个闭关锁国的味道了？这叫啥？这叫竞争不过你，我就改规则。咱们来分析分析啊，这招好使吗？我觉得够呛。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你以为你加了税，欧洲人就不买中国货了？你也不看看现在的欧洲老百姓过得咋样？通货膨胀，能源涨价，水电费啊贵得吓人。汉斯大妈和玛丽大婶啊，兜里面都没几个钢镚的。这个时候啊，你逼着他们去买贵的，那他们只能选择不买。或者说中国商家聪明着呢，我搞个海外仓行不行？我把货先运到欧洲再发货，虽然成本高点吧，但还是比你本地货便宜啊。
所以呢，德国这招取消免税啊，表面上是打压中国，实际上是在惩罚他们自己国家老百姓。这就像一个人啊，自己家饭馆做的难吃还死贵，那为了让大家都来吃啊，就把隔壁那个便宜好吃的路边摊给砸了。结果呢，大家宁愿回家饿着呀，也不愿意吃你的高价饭，这不是傻吗？那如果说前面这些是坏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怪。这位克林贝尔部长呢，在这个会议上呢是义愤填膺啊，恨不得把中国商品一脚踢出大西洋。可是转过头来呢，看新闻，他这几天就要访华了，哎，这就好玩了哦。哎，你脑补下这个画面，他在欧洲开会的时候拍着桌子，中国商品是垃圾，我们不要。然后下了飞机到了北京，立马就换上一副笑脸。哎呀，中国的朋友们，咱们虽然有点小摩擦，但是生意还是要做的嘛。无论是金融还是汽车，咱们得多多合作呀。这不就是典型的渣男语录吗？虽然我看不起你，但是我离不开你的钱。为什么德国会变成这样？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啊。现在的德国那是真的心慌。以前德国是谁啊？欧洲的火车头，制造业的老大哥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、西门子、巴斯夫，那多牛气了。但是这2年呢，德国日子不好过了。第一，能源被切断了，工厂开工的成本高得吓人啊。这第二呢，汽车产业被新能源冲击的七零八落的。咱们中国的电车现在在欧洲卖是风生水起。还有这第三，经济衰退啊，老百姓不消费。德国现在是传统优势正在丢，新兴产业跟不上，所以他们现在特别需要中国市场。他们需要把德国的高端机床、豪华车卖给中国，他们需要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给他们投资。所以啊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两副面孔啊。在他们占优势的高端领域啊，他们喊着开放、合作、全球化；但是在他们干不过咱们的日用品、中低端制造领域啊，他们就喊着保护、垃圾、取消免税。说白了，这就是双标啊！规则对我有利的时候呢，我就讲规则；规则对我不利的时候，我就掀桌子。这种吃相，说实话有点难看。咱们再往深的聊两句啊，这次德国财长的一句垃圾，其实刺痛了不光是中国人，也刺痛了无数想要省钱过日子的欧洲普通人。哎，你以为这个欧洲人愿意买便宜货是天生的吗？那是因为没钱闹的呀。那如果人人月入1万欧，谁不愿意买手工定制啊？中国制造这些年啊，其实是帮了欧洲大忙。咱们把这个物美价廉的东西送过去啊，实际上是帮欧洲压低了通货膨胀。如果没有中国这些便宜的衣服、便宜的小家电啊，这欧洲现在的物价估计还得再翻一番，这老百姓的日子更没法过了呀。那现在德国政客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，为了保护那些已经落后的本地财团，非要拿老百姓的钱包开刀，最后买单是谁？不是咱们中国商家，咱们大不了少卖点，或者换个市场，东南亚、中东、南美哪不能卖啊？真正倒霉的是那些原本花5块钱就能买到的快乐，现在被迫要花20块钱去买本地垃圾的欧洲消费者。而且啊，你越是封锁，就说明你虚啊！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就造出比中国还要便宜、还要好的东西啊！哎，你造不出来又不让别人卖，这不就是耍流氓吗？中国方面这次回应也很得体啊，咱们讲究的是公平开放，咱们不怕竞争，但咱们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你想谈合作，欢迎，但你不能一边吃饭一边砸锅呀。最后啊，咱们把话说回来啊，德国财长这句垃圾啊，说出来容易，收回去难。这不仅暴露他们的傲慢，更暴露他们的无能和焦虑。世界大事浩浩荡荡，全球化走到今天，靠的是谁的效率高，谁服务好，谁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。靠骂街、靠设卡、靠关门是救不了欧洲的经济的。这位克林贝尔部长，您来中国访问，咱们是好酒好菜招待着，但有一句话咱们得说明白。生意是互利互惠的，尊重是相互给予的。如果你还抱着那种100年前列强的心态，觉得我想怎么捏你就怎么捏你，那对不起哦，今天的中国不是这一套。今天的中国制造更不是你可以随意定义的垃圾。等到哪天欧洲老百姓发现啊，自己连个像样的手机壳都买不起的时候，他们会回过头来问问你，当初把这个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赶走，到底是救了欧洲还是坑了欧洲？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。这出双面人的大戏啊，咱们还得接着往下看。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